Hello， 各位遠家的家人們，今天帶大家到哪裡玩呢？我們今天在新竹橫山的源溪生活露營區。我們今天不一樣的露營方式，今天開卡胖卡露營車來那個源溪生活露營區。感謝卡胖卡露營車的邀約。那如果詳細資訊的話呢，大家可以上 IG。去看，我真的覺得開露營車啊，輕鬆蠻多的，最起碼節省了大概30-40分鐘的時間吧。然後先來準備下午茶，然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露營車，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去看露營區。不能錯過的，哇，今天好熱哦！因為那個源溪生活它的海拔不高，所以目前呢感覺到的是熱。那晚一點太陽下山的話，應該就會有涼意哦，好好喝。我兒子他堅持要待在露營車上面，其實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，他覺得很有趣。我們之前開那個 J Space 嘛，然後這一次呢，卡胖卡露營車它是 Town S 改裝的。好，準備下午茶吧。我們呢非常火速的準備好下午茶了，非常快速的炒烏龍麵。然後剛我兒子看我炒麵的過程，他說晚一點如果還要再炒麵的話，他要炒。我被嫌棄了，為什麼要嫌棄我呢，小朋友？麵那麼短，因為我有一點餓，然後所以我沒有把麵先，我覺得啦，可能麵稍微燙一下，這樣子會比較好。但這個明太子肉麵蠻好吃的，它長這樣，對吧？我在咖樂迪買的，又是咖樂迪。然後呢，我們選的這個位置啊，它有一點點西曬，可是因為我想看山景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眼前的美麗山景。這裡海拔雖然很低，可是它看出去還是蠻美的耶。這就是我們營位看出去的景色。眼前啊是五指山，哇，下面是橘子園耶。所以源溪生活真的是非常熱門的露營區。剛剛營主跟我們說，其實每一區都有露友，所以等一下我吃完午餐，然後我就帶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營位配置，然後順便去逛逛露營區。但我現在太陽實在有點大，好喝，弟弟乾杯吧。你還有嗎？沒了。乾杯。我們來營位介紹吧。這是我們今天開的卡胖卡露營車，然後現在是客廳的狀態。晚一點呢，我們再來把它變成睡眠狀態。然後它裡面改裝的其實還蠻方便的。下面呢就是置物空間啦，然後這些收納小櫃裡面其實都有東西，而且它也都幫露友準備好，就是如果你租這個車的話，就是原則上，這個櫃子裡面都有像卡式爐啦，然後鍋碗瓢盆啊，然後這個行車的冰箱也是露營車附的，然後它附的車邊帳，這個車邊帳其實搭設起來不會很困難，然後你就會有一個比較隱蔽的空間。然後我自己有帶小桌子，那個露營車呢也有附桌子跟椅子，今天都用露營車的，就這樣很舒適的空間。然後晚上呢，我們要來焚火，入手了一個新的焚火台，很漂亮吧？好，我們來去看看源溪生活露營區其他的地方吧。我們呢搭設的地方是 A 區，源溪生活給的營位非常的大，然後 A 區
看出去的山景。然後每一帳呢都會有桌子跟陽傘，然後左手邊也是美麗的山景。這裡的草皮很漂亮。A 區的衛浴，我剛剛有去用過了，哇，真的好乾淨，超漂亮的。然後園區裡面呢種了非常多的植物，不過櫻花目前還沒有開。看，這是它的衛浴，是不是很可愛？然後上方這裡是 H 區，先看一下。哦，那這裡有路遊，哇，還有個籃球場哎，哇，這邊看起來是 A 區、H 區跟 I 區的共用空間，這邊感覺上是一個可以在這裡稍微休息一下的地方。那營區呢有提供飲水機，好可愛的小裝飾哦。這裡是它的衛浴，它的廁所，我剛來的時候看的非常的乾淨。今天呢雖然是平日，可是其實路遊也還蠻多的。然後前方呢是它的淋浴間，我們來隨機看一下。哇，這是淋浴間，然後它有提供沐浴乳跟洗髮精，然後有架子。晚一點的我們來洗洗看。A 區的下方就是 B 區，不過是有路遊的，我們就不進去打擾人家。真的好漂亮哦。那 B 區的下方呢，應該是 C 區啊，茶花都開了。我剛剛在上面看，以為櫻花開的不多，其實也開蠻多的了耶。那下方這邊是 D 區，D 區離山景很近，哇，真的是好美的地方，難怪假日生意非常非常的好。最下方是E 區，哇，這邊的茶花好香哦。前面這裡應該是停車場，我們往裡面走走看。突然發現，只有我的 A 區好像沒有櫻花哎，其他每一區都有櫻花。那因為剛剛我們來的時候，營主說其他區域都有路遊，然後就建議我們可以在 A 區選位置。哇，這條櫻花步道哎，好漂亮哦！這下方也是有路遊的。今天真的是平日，是過年前的平日，不過可能是寒假的關係吧，所以還蠻多出來露營的人。下方這邊是 H 區，然後上面是 I 區，I 區也很漂亮。這個區域的範圍稍微比較小一點，看起來應該是一個2帳的位置。這裡是一個茶花步道，哎，剛好現在是茶花的季節，開得很美。從 I 區繞上來，又會連接到剛剛的共用衛浴，就可以走回到我們的 A 區啦。
們今天的晚餐是養樂多燒肉。那準備開始來製備晚餐啦。我们晚餐準備一半，先把那個養樂多燒肉燉好。這個很厲害誒，弟好吃嗎？它吃起來其實沒有什麼養樂多的味道，就是酸酸甜甜，沒有酸酸，甜甜鹹鹹的燒肉味，還蠻好吃的。重點是它的材料真的非常簡單。然後今天晚上我們來喝日本酒的氣泡酒。好適合配這個燒肉，很清爽。這個也是在咖樂迪買的，它是這個吟釀酒。那我其實是被那個瓶子上面的貓貓吸引的。好好吃哦。但是因為我不想吃飯，所以我要來用那個熱壓吐司盤煎餃。我剛剛已經喝完一杯了，清酒加氣泡酒真的很好吃啊，很好喝。開始亂講話了？沒有，我沒有醉，沒有。開始亂講話。我真的覺得煎餃
就是便利商店的煎餃是露營的好朋友。夏天的時候，我就會很喜歡用那個煎餃作為午餐吧，因為搭完帳篷的時候又熱又累又渴又餓，然後煎餃就是一個很快速可以吃到東西的，而且熱壓吐司盤煎就是很方便。怎麼樣，弟弟？他在鏡頭外狂點頭。我突然覺得那個肋排煮的有點少，對不對？如果你們真的要煮的話，建議可能要稍微那個量，肉的量要多一點，因為我本來是擔心有點吃不完，結果沒想到太好吃了。大家一定要試試看養樂多燒肉。不過雞肉跟豬肉真的不建議放在一起，因為那個鹹度不一樣。所以我剛剛是把雞排跟那個豬肋排一起嘛，然后变成我個人覺得啦，因為有人是覺得不會，但我覺得會，就是雞排的部分有點太鹹，那肋排的部分是剛剛好，用剛剛的比例，就是3瓶養樂多，1瓶醬油，然後跟3瓶水的比例。對，所以大家可以嘗試看看哦，真的很好吃。我是不是難得有教煮飯啊？難得有教煮飯，平常都吃什麼隨便的食物啊？是方便的食物。然後今天這個呢，其實也很方便，你只要準備養樂多、肋排，然後如果你想要口味再重一點，其實我中間有加一點點黑胡椒，然後跟大蒜鹽，對，然後但是其他的都是很簡單的就可以制備好了的食物，可是很好吃啊，好吃就好了，對吧？
我的紅豆麻糬烤好了，這個烤吐司王，科曼的烤吐司王，真的還蠻好用的，好療癒哦！看它那樣子，你看這個，好可愛啊！離家出走了，我現在吃一下我的紅豆泥的。我很喜歡這種單包裝的年糕，因為不用一次就是拆開然後全部煮掉這樣。這個烽火台是我在酷澎上面買的，然後它真的是食材怪獸，10公斤的泰參，我們大概燒了3個多小時吧，已經快要燒完了。它的通風性非常的好，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款的話，會建議可能要多準備一些木頭。那不過我這邊等一下燒完，我裡面還有煤油暖爐，我就是一個絕對不會讓自己冷到的人。像這個麻糬啊，它其實是沒有味道的，它就是年糕，所以它煮甜的你就沾蜂蜜啊，或者是一些果醬。那煮鹹的話，你也可以直接丟到湯裡面、火鍋裡面，很方便的年糕，好吃。
們早安吶！我已經準備好早餐了。今天的早餐呢是這個煎餃配歐姆蛋嗎？好啦，因為其實我們忘了買早餐的食材，所以我把冰箱剩下來的東西呢給它啃啃了這樣。昨天在這個卡胖卡露營車上面睡了一個晚上，很舒服。然後因為這車是有配駐車冷氣嘛，晚上其實外面是蠻涼的，但是在車子裡面呢，就是需要一些循環，對，然後再加上有電毯，所以背很溫暖，然後再加上那個駐車冷氣，讓它稍微的循環一下空氣，我覺得睡得還蠻舒服的。我本來有點擔心我會太冷，因為圓圓怕熱，然後我怕冷，可是我覺得我們兩個這樣睡起來都還蠻舒服的，忽略這裡的髒東西。然後昨天在元溪生活睡了一個晚上，真的很舒服欸。今天早上起床，大概早晨的時候氣溫其實是11度，是還蠻涼的。不過因為我有帶煤油暖爐嘛，所以在帳內的話，我就點了煤油暖爐，就稍微取暖一下。好，我們現在來準備吃早餐咯。這昨天原來要當成午餐的鍋貼，但午餐改成吃明太子烏龍麵，所以就還有剩這個鍋貼可以吃。小孩還在睡覺。
我們撤收完畢，又是乾燥撤收的一天。哇，這是過年前的露營，因為不想要去太高的山，所以這次呢選了在新竹橫山，大概海拔200-300吧的源溪生活露營區。我覺得這裡真的很漂亮。然後雖然它海拔不高，可是它地理位置的關係吧，它就是像很被群山環繞一樣。然後我們搭在 A 區，眼前是五指山美麗的風景。那先來講一下缺點。一個好的營區呢，也不會是完全沒有缺點的，因為這邊海拔比較低。那現在呢是2月嘛，可是剛好今天天氣是回暖的，我已經大半年吧收帳沒有流過汗了。對，但是我現在是流汗的，因為天氣比較熱的關係。然後圓圓是說有一點小黑蚊，那我個人是沒有感覺到有小黑蚊。對，但不過因為海拔比較低的話，通常在5-6月啦，那它的那個夏天啊，通常它的昆虫蚊蟲也會稍微比較多一點。那因為我們這次是2月，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的蚊子。然後可是呢，就是圓圓是有感覺到有點小黑蚊的。對，當然媽媽是沒有感覺到。然後其他的我覺得哦，還有一個，因為它離那個公路120線道其實沒有很遠，所以白天的時候你就會聽到車聲。那山路通常晚上也不會有太多的車子啦，所以睡覺的時間就還好。但是像現在可能8-9點開始，就是陸續車聲就會比較明顯。對，那我覺得其實也不影響只是說提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其他的真的通通都是優點了，包含漂亮的草皮，然後非常乾淨的衛浴，而且那個熱水洗起来真的非常讚。大家要小心燙到哦，因為是真的非常的熱而且穩定。对，所以是一個很舒服的露營區。然後整體來說的話，就是營區裡面種植了非常多漂亮的植栽，然後有櫻花，然後也有其他的花卉啊，然後綠色的植物，就是一個非常適合露營的地方。我剛才跟我兒子說，之後啊，如果不想要去太高的山，就是冬天都可以來源溪生活。那因為它假日很難定，我個人是平日露營的關係，所以我可以說出這樣子的話。如果是假日露營的人，真的就是要提前預定啦，這邊非常非常的搶手。那這一次呢，不一樣的就是我們沒有睡帳篷，我們是睡在那個露營車上面，我覺得也是非常不錯的一個體驗。那大家如果想知道就是這個卡胖卡露營車的詳細資訊的話，幫你們放在資訊欄，然後也會在 IG 裡面，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一次實際體驗卡胖卡露營車的感受。對，然後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嘍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，還有開啟小鈴鐺，還可以上我追蹤原家的移動城堡，跟我們的一直櫃就可以收到更多即時吃喝玩樂訊息。看影片的同時，不要忘了幫我熱推哦。那我們下期影片見啦，拜拜。